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Vicious。今天呢，我要跟大家分享这个 Insta360 One R 相机，我使用了这差不多半年时间的一些体会吧。本来刚看到这个相机的时候，觉得很棒，它可以换镜头，它是模块化设计，电池、主机和镜头。然后我买的这一套是双镜头组，一个是 4K 广角镜，一个是 5.7K 的360全景镜头。但是第一个我就要吐槽的就是，你觉得它镜头可以换很好很棒，对不对？但是每次换都是一个苦恼，因为当画面出现在你眼前的时候呢，你要去换镜头，你要怎么换呢？超麻烦。我后来买的这个框架呢，是两边有2个冷靴，可以接其他配件，比如说接麦克风啊，还是接补光灯之类的。但是我用了之后，我发现呢，你要把相机装进去呢，你要把它下面拉开，有点不好装。每次装的时候都感觉要把它弄断了，就是这样装，下面再把它锁上。要换镜头，或者是你要把镜头换另外一边的时候，你要扭把它扭开哦，费9牛2虎的力把它拿出来，电池拿掉，然后把镜头换方向或换另外一颗镜头，然后再装回去，反正很麻烦。最后呢，这个我用了一段时间，我就不用了，我还是用回原厂的。这个原装的框，你不需要把下面扭开就可以打开，因为它是从上面开的，这样直接放进去，然后盖起来，然后上面扣上，就好像一般的防水壳一样，这样就行了，很方便。所以千万不要买这种，除非你真的很需要2个冷靴来增加配件。昨天我跟一个网友聊到这个360镜头啊，他说真的是拍法玩法真是太多了，以至于他都不知所措，不知道要怎么拍。大家可以看看我以前拍的一些画面啊，找一点灵感，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方法。因为我自己蛮喜欢的就是叫做 Dolly Zoom， 就是你相机往前推或者往后拉，沿直线移动。后期剪辑的时候就用相反的方向放大或缩小，就会有一种这样的效果。看片。我用这个360镜头录片的时候呢，有一次我装在一个很长的一个自拍杆上，然后自拍杆下面装的是三脚架，让它站在地上。那天我在拍缩时，可能是有风，然后相机和自拍杆整个就倒了，我来不及扶。360镜头的一个凸面呢，就重重砸在地上，直接就碎了。我把这个镜头寄回原厂，然后花了700块左右的人民币，他们直接就换一个新的给我，所以他们没有再给你维修的，直接就换新的给你。所以从那以后呢，我又买了这个360镜头两边的保护镜了。我用这个保护镜，我又出现了一个问题，它这个保护镜下面这个卡口呢非常脆弱，我的这个已经断了，这个还好，不能经常拆装。但是问题就来了，这个 Insta360 One R 它就是一个模块化、模组化的设计。你如果镜头一直用360的，那你干嘛还买这台？所以啊，这个设计它应该设计金属的之类的。我觉得它可能装在上面啊，你相机又受到稍微的冲击，它可能就会震断了。重点是我们都没有冲击过，可能是我拿的时候我运的蒸汽有震到它吧。好，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这一部分，就是它的防水壳、潜水壳的部分。我相信很多买这台的玩家呢，都会带它下水去拍。我买的是这个全景镜头的潜水壳，它看起来就跟一般的 GoPro 或者是运动相机的潜水壳类似，只是它的两边的设计是有凸面镜。我用这个带下水拍回来以后，天哪，我拍的是什么？2个画面完全没有办法拼接在一起。它是第三方的工厂制作的，我当时也是图便宜买了它。它可能只是把这个360的保护镜设计在了这个潜水壳上，他们完全没有顾虑到光线在水下的折射，所以最后呢，我还是买了这个原装的360全景潜水壳。这个东西呢非常的贵，就可以在水下进行完美的拼接。但是问题是，你只买它是用不了的。你看到它的形状了吗？这个相机到底是要怎么装进去？其实呢，你要买一个它原装的，这个叫做束装电池。怎么用呢？把横装的电池拿掉，主机这边有这个 USB 的插口，拿起来，盖子呢直接拔，它是可以拔的。把这个束装电池插在这个 USB-C 的插口上，你就把它组装成了一台束装的 Insta360 One R。这里是它的充电部分，所以把这个再塞上去。OK， 这里有2个按钮啊，把2个按钮对准这边2个按钮，然后插进去。注意插的时候不要碰到镜头哦。
这样就可以在水下完美拼接了。所以啊，弯路我已经替你们走了，千万不要再走这一边了，直接买这个。它这里蓝色的地方啊，还有这里蓝色的地方可以放防雾插片的，在水里，外面水很冷，里面相机在发热的时候，里面就不会起雾。可是我通常都是撕一些卫生纸，压成扁扁的塞进去，用卫生纸来代替。这一套真的是太贵了。如果你真想水下玩360全景呢，还不如买 YX。这个就是4K 广角镜头防水壳，没什么科技含量，就是这样。这个不是原装的，但是就可以用一样。大家发现没有？我犯了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错误。我刚才把它这样放在桌上，不要忘记这一面也算是镜头，千万不要破坏到它，一定要用它的原装的绒布袋把它保护好。就算放桌上也记得要这样放，好，记得要收好这个神圣的东西，像不像一个太空人的头盔？我有时候觉得这样竖着用也很好用，因为这个束装电池呢，下面有一个1/4英寸的螺丝孔，可以直接接各种三脚架和自拍杆，蛮方便的。也就是一样换其他镜头，但是它很松啊，会开啊，所以买了这个，你又不得不买它的束装边框。你要先把下面对准，然后再把上面推上去，就硬装。其实有时候我觉得这样竖着拿还蛮方便的，但是我这样拿我就直接买 YX 就好了。关闭相机。现在已经跟大家分享了如何下海，接下来呢，我要跟大家分享如何让它上天。这一台呢是 DJI 的 Mavic Air 2，我买了这个。其实这个东西我觉得还蛮好用的，把这个中间螺丝打开，把它夹在 Air 身上，然后你可以把相机直接挂在这，不能说是全景了，因为你往上看的时候会看到自己的飞机，大部分是往下看，下面的180度。对，除非你是故意想要看到飞机，因为是全景嘛，防抖效果是非常非常的好。就算这个One R是跟着一起摇，它也是没什么问题。我拍出来的画面还是很平稳。你可以直接硬接，或者它有一个延长杆，你可以再通过延长杆再接。但是我的经验是呢，我搭载这一个，然后挂相机的时候呢，就是我手机的屏幕上会出现动力已经满载。其实它不太能够承受太多的重量，但是我飞了差不多10分钟吧，都还是没问题，在附近盘旋，然后还跟老鹰缠斗，最后还是没问题的飞回来。想玩一点不一样东西的朋友呢，可以试一下。其实我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要跟大家分享，刚刚玩的时候会遇到的一个问题。其实以前玩其他的运动相机呢，也经常会碰到这个问题。你懒得装边框，懒得装自拍杆，想要拍影片的时候呢，我都会这样拿着，可能录自己啊，或者录前面啊，或者是这样啊，录的时候，进电脑我才发现，怎么声音听不清？原来它上面有很多个麦克风的口，比如说这个，我都用手把它挡着了。然后旁边还有一个，这里的我也可能挡着了。你这样一边录一边说话，它是完全都听不清声音的。所以当你操作这种运动相机的时候呢，你一定要清楚这一台相机它有几个麦克风的口，你拿的时候千万不要挡着它们。但是自拍杆最好了，我那个自拍杆下面有点松了，然后它就会一直嘎啦嘎啦嘎啦响。我会剪影片时，我就听到一直嘎啦嘎啦嘎啦，很烦。画质呢，其实在光线充足的地方都是不错的，稍微暗一点，比如说现在这样的光线，我不太会用这颗来拍。这一颗是4K 啊，全景的镜头呢，它的分辨率是5.7K， 你听起来很棒，对不对？感觉比这个4K 的强多了，对不对？其实并不是这样的。5.7K， 它是说2颗镜头加起来360度，所有的是5.7K， 但是你正常人看一个方向的时候，比如说只看90度的时候，我就只有5.7K 的1/4，1K 多，就是1080多，所以它的画质跟4K 比还是差很多很多。所以不要以为5.7K 很棒哦。可是在这360的这种消费级的相机镜头呢，这个还算是不错的。我除了这台，我已经有很多个拍摄设备了。我拿着其他相机在拍的时候呢，
我一想到我要拿 Insta360 One R 出来拍，我就觉得心里有一种莫名的烦躁。把那个框拆开，镜头拿下来，要用的镜头拿出来装进去，然后拆下来的镜头呢，我要把它放进小袋子里。我想到这个，我都根本都懒得把它拿出来。我宁可用一个 GoPro 直接按开始录像。如果你目前没有什么主要的拍摄设备，但是你又想开始玩相机或者拍视频，我其实觉得这一台是入门的蛮不错的选择，因为它有3种镜头可以更换。买这一台机，你就可以拍很多不同的场景都可以使用了。现在我们在台东松化居，这个算是露营住宿，然后也有咖啡厅，还有晚餐，这个地方还不错。这几天我们都住在这里，然后探索一下周围的环境。今天是星期6的晚上，非常热闹，一瞬间。好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。大家如果对这台有兴趣呢，